人来信，说您的灵坟管理费欠费未缴，要铲掉您的坟啊！怎会如此？您瞧，这欠费单都有多长了？那里滋养着我的灵躯，关系着我破境。本祖还特意选了殷家去帮我守墓，多少年来从未出事。这会不会是殷家出事了？不可能，本祖飞升前还特意留了盏功德灯在那儿，此灯可庇护守墓一族世代不衰。除非……糟了，功德灯灭了，我得去看看。老祖，您没去三界办升起护照，偷渡会影响您修为的。来不及了。姐姐，替我出嫁也是你的造物，即使你贱命一条，也是死得其所，不是？送大小姐出嫁，起轿。告诉上首，大礼已送出，祭祖大典之事，万无一失。怎会一丝功德金光都没有，连气运也都消失了？我得去功德灯看看。好歹有些底子，知道防范幽魂，不过也是日薄西山了。这是殷家的新娘？不对，这新娘怎么是个死的？你的事情本祖已知晓，肉身本祖借用，杀你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。去吧。婚礼简陋，希望宋小姐不要见怪。怎会？不是宋婷，我叫明月，宋明月，是宋婷的嫡姐。宋家竟敢行替嫁之事！少帅不过就是想要一个冲喜娘子，是谁又何妨？你放心，成婚只为成全于你冲喜救兄的执念。我死后，你可拿着大笔财产解脱。你也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你能救我？我这病不知看了多少名医，中医西医都没有用，就凭你，能有几十个医生加起来这么厉害吗？当然，
那些医生只能治活人，而我能活死人。我与他只是初见，为何竟有久别重逢之感？好急，出神了，这是套话的好时候。少帅可知，殷家有一个上古至宝，名唤功德灯。你怎知功德灯？你怎知功德灯？警惕心还挺强。回答我。这灯怕是已经灭了吧？此乃殷家秘事，你是如何知晓？若是功德灯没有灭的话，殷家不会灾事频发，你更不是这一副煞气缠身的模样。相信我，带我去找功德灯，我能解决这一切。可笑，殷家多少人用了无数办法，欲重点灯而不得。你觉得我会信你，让你这种别有用心之人去接近他？不信我，那我只好让你瞧瞧本老祖的本事了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这身子是何时开始不记得25年前出生便如此，娘太自大。出生25年前，巧了，本祖首次破镜失败也是从那时开始。怪哉，他神魂亏损，竟像是被耗尽了心符。别动，功力仅剩1成，暂可补他神魂亏空续命。当务之急，先究外邪，再补亏损。身材不错嘛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邪气怎么往下3寸走？区区邪气竟如此不正经，幸好我道心坚定。莫慌，我这就去灭了他。你们不是说万无一失吗？我已经确保做明月上画像的时候已经死了，这一定是燕蛇故意封锁他的死穴，好掩盖他的天煞孤星、克死星魂器的流言。算他聪明，可是他是灾星转世，这个消息早就已经传遍了殷家，那群老不死的肯定坐不住，所以才要提前举办祭祖大典。我看他还要怎么挡。六长老，功德灯久灭未亮，殷延生身为殷家嫡子，何不配位？他不配继承家主之位。殷六在此请愿，今日必将重启祭祖大典，选出新一任殷家家主。出事了！
出大事了，哥！宋明月，莫吵，本总。天亮了，本组竟为他补了一夜灵气。他的心脉缺口真像个无底洞，补不完，根本补不完。哥，不好了！六长老那个老东西来了，他在祠堂召集了其他长老，说是要重开祭祖大典。我听下人说，昨夜你们房间灯亮了一整夜。我可真棒！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别老听下人嚼八卦，没个正经。哥，你能站起来了？哥，你能站起来了？我的腿有知觉了。嫂嫂，你好厉害！竟然真的让我哥好转了。哥，我就跟你说冲洗有用吧。你还说我那5万银元功德做的不值。5万？路边算命的说冲洗有用，我就给他5万银元了。殷家气运果真不济，竟生出这等败家子。竟知道要出事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哥，你快别磨蹭了。六长老和其他长老都来了，说是要重开祭祖大典，现在都在祠堂里候着呢。你们住在殷家主宅中，是嫡系。那个所谓的六长老不过是个旁支，你为什么这么怕他？嫂嫂，你不知道那个六长老特别坏，说大哥不配继承殷家，一直针对大哥，想把殷家夺过去。我小时候落水高烧，他还污蔑说是因为大哥克我，我看就是他干的，根本跟大哥无关。行了，殷儿，别说了，你先出去，我随后就来。哦。今日此事怕难以善了，多谢你让我身体好转，怕是也耗费了不少心力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就回。啊，我也要去。你并非殷家后人，没必要趟这趟浑水。可是我不是已经嫁给你了吗？我现在难道不算是殷家的儿媳？算吧，算吧。我的本事你也是见过的，你带我过去，说不定还能让殷家的气运回升呢。是有几分深意，但和老祖相比起来，相差甚远。那可不一定啊。总之，你只要带我过去就行，其他的我自有办法。祭祖，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在本老祖面前昌宗做祖。看来上手已经准备妥当，多年来的筹谋只为此刻。今日，我们旁系就要从嫡系手中夺回殷家大权。吉时已到，殷彦生久未出现，不必再等。自道门老祖飞升，殷家被选为守墓一族。留下功德灯，庇佑我族气运通天。可是自那灾星降临，殷家便一落千丈，大长老也避世不见。
如今那灾星更是命不久矣，他不配执掌殷家。只盼老祖宗今日开眼，能为殷家重选家主。重燃功德灯，好再现殷家辉煌。功德灯果然在这里，可算是找到了。这神像怎塑得如此难看？哪有我半分风采？放肆！竟敢对老祖不敬！这不是我当年用来打哮天犬的扑木棍吗？怎在他手中？灾星，你竟让女流之辈进入祠堂，你眼中还有没有殷家？我可不是灾星。殷衍生降世之日，功德灯灭，此后殷家气运没落。他不是灾星，是什么？功德灯竟灭在他出生之日。功德灯燃了1000年，灭在你降世之日。昨日，你灾星之名又传遍全城，流言蜚语不断，更加为我殷家抹黑。殷衍生，你罪责难逃。哦，原来宋婷是你指使的，我就说嘛，这闹了一出又一出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诸位，只有将他逐出殷家，开除族谱，功德灯才能重亮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若不是我的兵马撑起了殷家，在这战乱之中，殷家只会垮得更快。既然你知道这功德灯如此重要，那就更不应该拦我。我此番便是为了重燃功德灯而来。哼，说的容易，功德灯乃是老祖所赠之物，生性神异，自他灭后，根本无人再能点亮。若我说我能点亮这盏灯呢？若我说我能重燃此灯呢？无知妇人，看着！看到没有？有火而不燃，导致我殷家功德皆散，气运难聚。这就是老祖降罪，皆因我殷家出了个灾星。看我的！你们无法点燃此灯，那是因为你们没用，不能讨老祖的喜欢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一出手，此灯必能重燃。无稽之谈！不试试怎么知道？我若是真能点燃这盏灯呢？那老夫便退去衣衫，给你负荆请罪，从此再不与殷衍生争家主之位。老东西，谁稀罕你脱衣服后的那2两肉，一点看头都没有。你，不过你那后半句倒是有点意思，说话算话。哼，我看他就是来捣乱的，给我把他轰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别忘了，你们现在吃的是谁的粮饷？一群墙头草！呸！别急，别急，毕竟是偷渡来的，功力不够，等我开个大招。又在胡言乱语，混淆视听，这不可能！
怎么会？不应该啊！妖女，就算你使了妖法又如何？功德灯乃是神物，只有彻底清除阴家灾星，功德灯才能重燃。竟然少了灯芯，灯芯乃是气魂，怪不得无法常亮。奇怪，这灯芯到底去了哪里？还不快放下神灯，跪下请罪！你这个人真烦！当初殷家要是有你在，根本就不会有给老祖守墓的机会。殷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东西来？还是说，你根本就不是殷家的种？你，还我至此，还不快跪下请罪！引发！跪！你说的可是让我跪？能亏我殷家先祖与神女是你的福气，只怕这福气他们受不起。大言不惭，你休想虚张声势！今天你若不跪，老夫自有法子废你双腿！有我在，你也敢动他？你这孽障倒是护得紧，他早被迷了心窍。今日他若不跪，休怪老夫手中擎天棍无情。你若执意要如此，叫我跪也无妨。我倒要看看这殷家的先祖受不受得起我这个棍。这是妖法，指定是妖法。殷叶生，已经去这等妖女进门，你们等着，我这就请大长老下山。此等不祥妖人，他一向痛恨至极。看来是时候下山了。不好，大长老一来，事情只会变得更复杂。怎么说？大长老是镇守功德灯的高人，见过他的人8九已入黄土。传闻中他年逾100岁，道行高深，在战乱时亦可一人敌万军。这听着倒像某位故人。竟敢跑来祭祖大典，装神弄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少帅夫人，真的是妖邪！这等有假，普通人能整出这么大的动静？我看呐，邪门的很。功德灯熄灭之时，尚未查清，本祖不能沾染过多红尘。看来今天的事得隐瞒过去。什么妖法？我嫂嫂什么来头？你们不知道吗？这小子莫不是大智慧人，早看穿了宋明月的心思，已换成了本祖。我嫂嫂可是洋学堂出身，她刚才使的，一看就是西洋戏法呀。这大聪明，不过确实比本祖的望断咒好使。没错，我刚才使的就是西洋戏法。二弟，还是你见识广。那是，打小我就是家里最聪明的。
六长老如此构陷于我，难不成是想耍赖？刚才大伙都听着真切，您说过要给我一后宅妇人脱衣请罪，虽说没什么看头，但您一诺千金。休想！你久居后宅，就算你读了洋学堂，就会西洋戏法了。老夫看你是在胡诌。喏，西洋戏法，明月学艺不精，只会一点点。你恬不知耻！六长老，您已年逾100岁，还是莫要激动为好。您作为长辈，燕生相信您一定会以身作则，言而守信，为小辈们言传身教。明月亦是深信不疑。长老，裸奔3圈也算是负荆请罪了。来人，妖女，快放开我，不然老夫……给我解开，要不然老夫一定让你后悔今天的所作所为。我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点不好，做事从不后悔。纸钱，阴邪认祖归宗的日子，我看谁敢对六长老不敬。阴邪，竟然是你！我应该怎么才好？表哥，许久不见，我身为殷家嫡女之子，要不是受奸人所害，我早该认祖归宗了。阴邪来迟，望祖先和神女莫要责怪。嫡女之子，他也是嫡子？呸！他算个屁的嫡子！当年老姑母叛出殷家，风流于世，平头遍地，他都不知道自己亲爹是谁，只能随母姓罢了。这殷家正经了几百年，他是出了个会玩的。大小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殷彦生娶了个妖女进门，切不可让她知道殷家呀。长老放心，当年我母亲被俘，唯你一人担保。今日祭祖大典，我定会让你失望，重掌殷家。哦，他和你母亲原来还有这种关系啊！殷邪，今日可是祭祖大典，你着实不该来。对啊，这次祭祖大典祭的可是祖宗山里的娘。哼，我跟你说，当年的事情全都是误会。要不是你父亲涉险诬陷啊，将我们旁系逐出，现在继承殷家的那就是我。呸！当年老姑母作案被抓个现行，你还想阻碍？真的，这些年不见，脸皮越发厚实了。犯事，殷家嫡女所犯何事？盗墓。盗墓？盗谁的墓？祖宗山，当年殷邪的母亲用炸药炸开祖宗山的山门，想要搬空里面所有的财宝。祖宗山，莫不是说后山那光秃的山头？不错，那山就是他母亲炸土的。
你们竟敢炸我灵魂！哎呦！我的个乖乖！天道已发现本组皆失魂魂，这怕是不好直接下手了。少帅，那坏人脖颈钉是长了骨刺，硌得人家手疼。嫂嫂，我刚才看你把他举得老高，你力气这么大，手应当不会柔弱才是。二弟，你都说了，那是西洋戏法，你刚看到的全都是幻象，幻象怎么能当真呢？丹嫂子被欺负，那可是真的。说得对，哥，他们竟敢欺负嫂子，不可放过。这婆娘有点邪门，戏法怎么那么真？哦，对了，明月刚才想明白，她带着老姑母骨灰上门，无非想继承殷家，可继承殷家需要家主，她怕是不够格吧？我不够格，我是殷家血脉，亦有家主天资。哦，天资？传闻道祖善骑射，殷家作为首目一族，亦不逊色。祠堂金顶有6个刁钻狭窄的金环，自古唯有射中一环者，方能成为家主。哦，殷家竟还有这么一个天资测试，那何不将它设置为选拔家主的第一关呢？我3岁习射，百发百中，同辈唯有殷彦生能敌。他如今患绝症，怕是连枪都拿不稳了吧？哈哈哈！胡说！我哥和嫂嫂成婚后，身子早就好了。腿好了，冲洗成了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新娘死，冲洗便不成。殷邪，别耍下三滥，想当家主，就堂堂正正比一场。殷彦生，你只剩半条命了，还在装是吧？要比是吧？好，我今天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来人，拿枪！你们小辈啊，没见过世面，太天真了。金环位置刁钻，而且环孔极小，只有最小的子弹能过，稍走就射偏。哦，哎，对了，表哥，我忘了，你常年吃药，手腕会发抖，这个有点麻烦了。殷邪有备而来，殷彦生怕是不好应对。若不是天道在上，我本可以直接出手。今天我就让你们都看一看，什么叫祖传的天资。中了！好，天助我也！谁能与我为敌？我乃天命所归。你吗？你与我为敌吗？啊！哥，怎么办啊？长老，我看这家主继任仪式现在可以开了，我跟我的弟兄们都等着搬进帅府呢。对呀，恭喜家主！是，我马上通知下去。等等，少帅还未出手，长老就急着认殷邪当家主了，没有猫腻谁信？你血口喷人，殷彦生重病，怎么可能射中？我这是顾及他的脸面呢。就是六长老，我本是殷家的嫡长子，这天资考试无论成败，我理应一试。还在逞能？好，今天就让大伙都瞧瞧，
你这大名鼎鼎的殷少帅，怎么样在这丢人现眼呢？不好！殷衍生尸体亏空，我昨夜补的灵气快耗尽了。殷家绝不能落入他手。少帅，你我夫妻一体两面，此等绝杀对手的高光时刻，带上我可好？你这是成何体统？一介妇人凑什么热闹？少帅枪法过人，不让他教我有何不可？还是说长老嫉妒我们夫妻二人恩爱绵长？你不知羞耻！哼，殷衍生，你真是可笑。带个女人上场，怎么着？打仗你也把她带上去吗？少帅放心，明月绝对不会拖你的后腿。不过是小小的天资考验，夫人若想凑热闹，本帅便宠着，你们不如也憋着。好，我懂了。看来殷少帅是嫌不够丢脸，想丢个更大的。这女人得劲儿啊！等会您收了殷家，能不能把她赏给我们呀？对呀、不是，一会儿他们就笑不出来了。中了！哥哥嫂嫂真厉害！哎，不可能！不过射中一环，打成平手。一环，六长老可不能徇私至此。6连中，这六星阵，道祖显灵了！竟然是老祖宗钦点的家主啊！老龙得快点了，到底是何等后辈，能有如此造化呀？哈哈！老夫竟然走错了！哎呀，老龙赶紧回去，老祖已经显灵了，殷家气运有救了！6连中，简直匪夷所思。现在可以承认我哥是家主了吧？殷衍生昨天还一连4项，今天怎么可能一发6连中？肯定是这个宋明月使什么戏法。长老，这不能信啊！不可能是戏法，戏法不可能催发6星阵。如今殷家所有长老皆有感应，1000年以来，除有神女能做到，其他人根本不行。您的意思是说，神女显灵，点了殷衍生做家主？这更无可能。神女早已飞升，从未插手世俗凡事，更别说选任家主。这件事透着邪门。我就说，哪儿来那么多的抽喜成功？肯定有问题嘛！快把那人带过来！怎么，
还想绝地反杀？秦阳，把你昨天送嫁的时候看到的说出来。几年？说呀，把你昨天送嫁的时候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呀。秦阳，怎么成哑巴了？殷姐，是不是你钱没给够啊？错！擎天棍在此，妖魔邪怪都想作怪。鬼呀！他是鬼！哎呀，这不像演的呀！殷家七运邪门至此，脏东西都去进门了。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可是帅府，不是你空口白牙造谣之地。少帅明鉴，昨天我背着他上花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凉了。小的之所以不敢声张，也是怕遭报复。这么说，这新娘嫁进来之前就死了，那眼前的又是什么妖孽？若真是如此，今日的天资测试便是有邪祟干预，不能作数。我就说嘛，6星阵1000年未开，他殷彦生哪来那么大的运气受到老祖宗的青睐？要是有，那也得是我殷邪。绝无可能，老祖不想。你这个妖孽，你嚣张什么？殷彦生有好长肯定猫腻，莫不是你用了什么妖法？以殷家为忌，与其被你这妖邪算计，倒不如用你的血祭我们祖宗。殷邪，休想动我身边的人。殷邪，休想动我身边的人。哼，动了又能怎？你个毒妇！你没受伤吧？你个臭婆娘，你不讲武德你！兵不厌诈，不过你那处留着也没用，那可是天生的。你说谁不行的你？你怎知？猜的，看着像。下次不许看，脏了眼睛。少帅，小的还有一事要禀告。有话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本祖向来爱洁成癖，不许别人碰的东西。臭了。哎呀，都怪小的财迷心窍，受了这宋家的黑心钱，才替他们瞒下这件事。这冲喜新娘是个1年1月1夜生的不祥八字，因为嫁不出去，才送来冲喜的呀。这此事，这娘们真是……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大人明鉴，我本来以为这就是一个冲喜新娘，看着还挺正常的，哪想到竟然是个妖孽呀！这可怎么得了啊！少帅本就是个灾星啊，这不是害人吗？这样的女子岂能做殷家的祖母？就是，胡闹！殷彦生，这事你可知？六长老，八字之说本就是迷信，我娶了八字不详之女，身体反倒好转，这不恰恰能说明如此吗？哼，你这个孽障！这么说来，你是即便知道她是这般命格，也不愿意休妻了。事关殷家气运，今天你若是不休妻，就休想做这家主。诸位长老，你们意下如何？那定是要休的。老六说的对，是啊。如今已是新社会。抛弃结发妻子，便是违法悖德。我若为谋家主之位而休妻，诸位长老，
尔等还愿追随此等背信弃义之徒？千年来的头婚，竟然还捡了个有情有义的丈夫。表哥重情重义，让人佩服。相信嫂子，你若是真的为殷家着想，你肯定会愿意做出牺牲的。没错，既然宋明月非要当着当家主母，那她这条性命就全当为殷家牺牲了。放心吧，这祖母的烈妇牌坊，殷家给你。哼，管你是何方妖孽，擎天棍的血阵之下，都要灰飞烟灭。献计，在我面前开坛做法，不自量力。殷六，擎天棍可不是这样用的。大长老，丢人现眼，一边去！不愧是传说中一人可敌万军的大长老，好强悍的战力！果真是你，狗剩，怎么才100年未见，就老成这样了？眼神也越发不好使了。你就是道祖典的家主，看着一点都不像啊！道祖以前的眼光可是很挑剔的。狗剩一向空有武力，毫无心眼，如今老了，更是眼盲心瞎。哎，这可是误会，大长老，怎么就不像了呢？刚才的天资测试，那是有邪道作祟，不能作数。要是有神女下凡，那青睐的应该是我阴邪。胡说！六星阵是邪祟能够启动的。哼，蠢货！看来老夫又认错人了。老祖若知，还不知道如何笑话我呢。大长老，老祖钦点的家主是我哥，殷家嫡长子。殷家叶生，携妻见过大长老。孙媳见过大长老。你身上倒是有老祖宗的一丝残留，他选的家主必定是你！哈哈哈哈！看来殷家有救了！哎，快来点灯，趁着老祖还不知道灯灭了。狗剩，胆子大了，还想瞒我不成？哎呀，老夫的意思是说，既然家主已经选定了，赶紧点灯。功德灯手册上写了，唯有家主的鲜血能够点灯。是，叶生一切听大长老的。亮了，功德灯点燃了！哈哈哈哈哈！怎么可能？殷彦生竟然真的被选为家主了！功德灯内并无灯芯，殷彦生的血为何能点亮？难道……果然……哎呀，他怎么灭了？这是大忌呀！哎呀，不好不好，出大事了，出大事了！你先拿着。没错呀，这上面写的，除了老祖宗，唯有家主的鲜血能点灯啊！哼，我早就说了嘛，殷彦生命中带灾，流进灯库，
还娶了不祥之妻。这道祖点他做家主，那才是瞎。哼，我谁啊？大长老，灯灭不就证明殷彦生非家主人选吗？不然让庞西少爷试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长老，灯灭可是大忌啊，不可让大家陪葬呀。是啊，还是让殷贤试试吧。殷彦生，想不到你竟真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。罢了，这次先替你掩饰过去。大长老，您瞧，这灯不是亮了吗？老祖宗，老祖宗！殷大带领殷家的老小迎接老祖宗归来。他竟然扛住了大长老的威压，为何功德灯一点亮之后，我体内竟身无明火？看来本祖在狗圣心中恩威尚在。大长老，快请起！明月怎受得起大长老如此大礼？大长老应该是误会了，明月不是老祖宗，您又认错人了。不是吗？你既然点亮了功德灯，按照手册上所言，想必是大长老误会了手册的意思啊。这手册上的意思应当是，除了老祖宗和家主，老祖宗不喜欢其他人点灯，而并非是点不亮。这倒是真像他做出来的事儿啊！老祖宗啊，性格怪，爱洁癖，占有欲强，特蛮横。他的东西不能让别人随便动的。哎呀，看看，他不让别人说一点不对的事儿。这老祖啊，真小气。大长老，定是如此，不然苏明月区区一介妇人，怎配与道祖扯上关系？这功德灯必然不是只有家主和道祖才能点燃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哎呀，既然是这样，那刚才点的功德灯为何又灭了呢？功德灯千年只灭过一次，就是一点难灭。但是，刚才殷彦生点燃后，一刻就灭了呀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老祖厌恶他。他25年前降世的时候，功德灯就已经灭了呀。大长老，殷彦生灾星无疑，功德灯事关殷家气运，不得有失。殷六恳请大长老做主，速将灾星逐出殷家。道友不妥，他是道祖钦点的家主，他身上确实有道祖的一丝灵气，竟同时燃起来了。看来我没猜错。大长老，请听明月一言。这灯是我点亮的，我能替少帅证明，他并非是不祥之人。他刚才点灯，灯又灭，那是因为刚才这灯中没有灯芯。什么？没有灯芯？是啊，灯若无芯，他如何点亮？只能说明他的血可替代灯芯，点燃一瞬，他就是功德灯芯转世。刚才我察觉这灯中没有灯芯，便捻了一根红绳放在其中。长老可以检查，这灯芯是新的。功德灯乃气运珍宝，一根红绳哪能做灯芯？但以本祖对狗生的了解，灯芯确实是新的。如此看来，功德灯熄灭是因为灯芯燃尽的缘故。毫无长进。他要是能看出灯芯的来历，何至于修仙100年仍未飞升？哎呀，我这个老糊涂啊！这脑子跟石头做的似的，这么多年我竟然没看出这里面的端倪，该死该死，我真该死呀！哎呦，那我哥就不是灾星了。灯熄灭这事儿啊，根本跟我哥无关。
哥，你身上的污名终于能洗清了。我这到底怎么了？哈哈哈哈哈！看来殷家的气运是越来越盛了。嘿，你们没说错啊，殷衍生不是灾星，是祥瑞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殷家的家主。好，好什么好？我还不信任大长老在此，不可妄动。殷衍生、殷家和功德灯，我一定夺回。走。哥，以后你就是家主了。哥，你怎么这么烫啊？是不是发烧啊？大长老，快帮我哥看一看啊！嘿，谁说你哥哥油尽灯枯了？心火不要太旺了，这还得赶紧去泻火了。罢了罢了，确实是我欠他的。哎，这样就暴走了？殷衍生这新婚妻子邪门的很，想要重新掌权殷家，此女断不可留。来人，女子出嫁总要回门。你去和宋家母女说，是去。这次定让她有去无回。走。你都快把这冰泉烧废了。不就是被功德火燃了1000年吗？火气也太大了些。你还认得我是谁？是我的妻。当年不过是在战场上随意挑选了个武力之魂来做灯芯，未曾料想这1000年之后，竟有这般造化。罢了，谁让我点了你呢？就当是还你1000年的债吧。等等，本祖欠你的可没这么多。一具肉体凡躯，怎么撑得住这1000年灯芯转世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夫人怎不多睡会儿？为夫本想着晨练后再唤你。你还吃啊？大长老说了，
你最近身体火气旺，肌肉上火，我看你还是别吃了。往后你1日3餐都吃这些，一点荤腥都不许沾。好嘞，都听夫人的。嫂嫂，你娘家给你来信了。信上都写了什么？宋家让我回门。宋家让我回门，有意思。我还没找他们给原主偿命，他们倒行不行？嫂嫂可是要回门？毕竟是娘家，怎么说得回去看看不是？心腹回门要备礼，不知夫人拟好礼单没有？夫人，下界有这规矩，差点忘了。这是我司库钥匙，待会儿夫人可自行挑选。殷家气运衰落至此，你还有这实力？上界清心寡欲的日子过久了，再见这些黄白之物，可真是叫人心生欢喜。嫂嫂，这是西洋珠宝商给我哥的，他跟我哥是商业伙伴，好像叫什么宝来着？亚克凡宝。对，就是那个，他们家做珠宝可有一手了。这是何物啊？味道如此好闻。这个呀，是暹罗的香薰蜡烛，经殷家码头销往全国，我看不错，留了一批。殷家码头？我哥以前虽然身子是弱的，但脑子灵光，还开殷家码头建海上商会，还造军火生意呢。功德灯的凝聚财运，还不是全跟着他跑的？看来这殷家确实是全靠少帅撑着的。唉，责任在身罢了。夫人，自那日点灯以后，你似对我有些警惕。怎么会啊？少帅你多心了。这殷彦生怎么跟上界活了1000年的老孔雀似的，满世界开辟？嫂嫂，你确定要带这些东西回去？走吧。可是嫂嫂，你带这些东西回门会被人看不起的。哥，你也劝劝嫂子呀，哪有人回门带那么多空箱子回去的，会被人欺负的呀。放心吧，你嫂嫂这么做，定有她自己的想法。你放心，你嫂嫂我不会被欺负，毕竟我这次去不是为了回门，而是去讨债。走吧，别耽误了时辰。少帅，不好了！今天不是军火货柜上船的日子吗？你怎么搞成这样？有人在码头和倭人发生枪战，战火已经打到我们的军火仓了。什么？军火仓要是爆炸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少帅，你快去吧，回门而已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等我。副官，开车。是。
快去吧，别耽误了要事。夫人多加小心。嫂嫂，当真一个人回门啊？还得麻烦二弟去给我找一辆黄包车来，要旧一点的。啊？为什么？嫂嫂我自有妙用。都办好了。上次女士没送成，上寿已经很不满了。放心好了，毁人清白这事儿，娘做的熟手。那宋明月不是在洋学堂上过几天学吗？和几个倭人有交往，不奇怪。英帅要是得知宋明月给他戴绿帽，定会后悔曾这般维护他。到时候可别气疯了，在咱家大义灭亲了。少帅夫人到！姨娘，妹妹，我回来了。堂堂少帅夫人就穿这身破布，哼！小贱蹄子竟敢假死替嫁，真是小看你了。哎呀，明月呀，回来就好，之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就让他过去吧。啊？是啊，姐姐，我们给你下药也是听说那英帅是个短命鬼，死了还要你陪葬，还不如死在花轿上，好让你物尽其用，对吧？真会演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那些误会就让他过去吧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明月自从嫁进殷家，才懂得姨娘和妹妹的良苦用心。这殷家不但内斗严重，日子难过，还真不如死了算了。如今明月身陷虎穴，说是没点提己钱，可真是活不了一点啊。你这意思是？女儿不孝，这次回来就是想拿回自己的嫁妆钱。父亲虽然留给我的嫁妆很多，但是帅府啊，什么不多，就是空箱子最多。要是今日取不完，明日还来。你这是要搬空宋家呀？是啊，有何不可吗？毕竟那是我父母留给我的东西，明月只不过是取回自己的东西。好啊你这哪里是回门日，你这是心腹扫囚疯了，要不要脸了你？因血为蚕食世家财富，安排刘兰芳带着拖油瓶嫁入宋家吃绝户，她能缺德，本祖为何给脸？宋明月活不过今日，让我走，别打草惊蛇。人之常情，我和母亲都能理解。姐姐的嫁妆都在闺房，妹妹陪你去取吧。妹妹果然还是深明大义。看来他们还留了后手。竟是原生父母的执念。我知前方定有蹊跷，你们放心，宋家我接管了，你们一家的仇，我一定会替你们报的。去吧。姐姐，这就来。
殷邪答应我，等我除了这贱蹄子，他便会娶我，届时殷家和宋家都是我的人。到了，姐姐的闺房。妹妹不进来吗？我不必了，嫁妆是姐姐的，妹妹没想进。被戴绿帽已是奇耻大辱，竟还是倭人所为。殷少帅堂堂军人，岂会忍得下这口气？哎，少帅，枪别指着我呀！我可是华国人，我人在那边呢。殷家码头不可动武，如若再犯，别怪本帅断你财路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给表哥个面子，我们撤。可是倭人人人得而诛之，少帅，你说是吧？我们就是殷少帅。有屁快放！我不和倭人打交道。那可由不得你。你的夫人是我们外国学子在洋学堂的同学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写过情书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上一个骗本帅的人是怎么死的？我信你不会想知道。我没有撒谎，你看，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写过这样的信。今夜月色真美。是的，今夜月色真美，在华文的意思里是我爱你的意思。这是约我们小树林里赏月亮。我们有个兄弟收到信后，已经去宋家去找他。少帅，夫人这会真给少帅戴绿帽子吗？还是倭子派的？哪个华国男人能忍？走，去宋家。这次尹衍生不一枪把那个婆娘崩了，我看不起他。哦，すごい，強い ，amazing！ 哦，気持ちいい。哦，すごい。如何？すごい，挺激烈着呢。 amazing！ 強い。我刚收到消息，少帅正在赶往宋家的路上。等那个短命鬼看到自己的新婚妻子在倭人身下成婚，他身子骨扛不住，兴许就气死在咱们家了。这等好戏，咱们母女要瞪大眼睛好好欣赏。哦，すごい，強い ，amazing！ 这不是倭人的车牌吗？宋家竟真藏了倭人。糟，我可从没见过少帅这般神色。殷少帅到！苏明月在哪里？少帅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少帅，您怎么来了？明月不是说你今日有事不来了吗？不是说殷衍生是个短命鬼吗？这喉咙有泪的味道，哪像是人？少帅，您找姐姐吗？我姐姐她现在不在呢，要不……本帅再问一次，我夫人如今在何处？这……
咱也不知道啊。是个最后一。他在里面。不是的，少帅，姐姐她不在，她真的不在。是啊，明月她不会干这种事的，她对少帅您是一片真心的。滚开！您请。少帅要手下留情啊！我姐姐她是无辜的，吓不死你个小娼妇！少帅，宋明月，你转身！谁敢偷看，军法处置！衣服怎么成这样了？刚刚妹妹突然不知道怎么的，一把把我推入房中，因为太用力，衣服就被房门给碰坏了。真可惜，这些可都是新的呢。无妨，为夫名下还有几间纺织铺子，夫人若是喜欢，让他们再给你做。狐妹子，呸！他又是怎么回事？此人，这可是新款式，上届可没有。明月姐，我太喜欢。倭人，可以，不会是下手重了吧？这脑袋不会被撞成浆糊了吧？我刚被妹妹推入房中，这个外族男子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明月正害怕呢，不知怎么的，他突然发癔症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我猜可能是鸦片抽多疯了吧。哦，夫人的意思是，这倭人早就藏在了你的房间里。是的。那把你推入房里的，可是他。是的呢。那他还真是该死。少帅不可，他可是倭国领事长的独子，你这么做会引起国际纷争的。他死了和本帅有何关系？见过他的人只有你们母女二人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是要栽赃给我们？怎是栽赃？本是如此。夫人说是吧？少帅所言极是，明月亦是没有见过什么倭人的。不，你们自可颠倒黑白，倭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，他们折磨人的手段极多。少帅，我们错了，饶了我们吧。姐姐，妹妹错了。去告诉倭国领事，他的儿子与刘氏母女私通，玩大了，死在了此处，让他来收尸。哦，对了，宋家继室刘氏淫乱后宅，被逐出宋家，生死无关。是。记得用那些空箱子把我的嫁妆都带回去，放在此处，我嫌晦气。是。明月，你这贱蹄子，你别想走！不是吧？自己人这都不行？谁跟他自己人？少帅，圣战日时你可说过，军中皆是生死与共的兄弟。
夫人可无事？无事。我只是想要帮夫人检查。我只是想要帮夫人检查。这男人怎么回事？即便是功德灯心准事，我妻也太忘了形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看来要下点猛药。夫人，来了。夫人说要与为夫共浴，不知是？这是共浴，少帅，你是听错了，不是共浴，而是药浴。这金银花搞里头，乌旗搞里头。好苦啊！良药苦口，少帅多吃。好，好，听夫人的，我吃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蒲公英搞里头，黄芩搞里头，通通搞里头。夫人，这水可是冷的，难不成夫人想要在我下点把火？非也，不是热浴。而是冷萃。如此泡上半日，你的火气定能消下去。夫人待我如此好，当真是位贤妻啊！好说好说。又叫水了，少帅和夫人还真是恩爱。还叫了冰块，看来夫人深懂此间门道。哥哥嫂嫂竟如此勤奋，看来我很快就能有小侄儿了。医生，你们竟敢告诉倭人说我是幕后主使吗？你们竟敢告诉倭人说我是幕后主使是吗？医生，你说过你会娶我的，只要我帮你杀了宋明月，你就抬我进府。死开！你这种千人骑万人斩的贱货，也配进我家门？啊！我不签呐！我是听你的，我才。天天，别傻，他就是在利用我们。你们两个活下去，就跟倭国领事的人说呢，该赃我的主谋已经自尽了，我以前呢不认识他们，这样他们倭国领事那个儿子自然就跟我没关系啊。是。哎。不要，少少，
那这年轻的哦，那就拉去营内安慰一下各位弟兄啊！哈哈哈！我不去，我不去，不斗你不去，这小娼妇够味，弟兄们肯定喜欢。不要！且慢！哎呦，长老，此女甚脏，你要是想要的话，我可以再给。慎言！这手绳从何处得来？这手绳从何处得来？我的，我捡到的，都是我的。你们不能抢，你们不能抢！六长老，有何不妥？这手绳上的文章，老夫在大长老处见过。他曾说，这文章代表了道祖，只有道主和他的亲仆才配拥有。你是说他是道祖亲婆？不可能，他满身银镯，毫无道祖灵气。只是，这手绳为何会在他手中？老夫再问一次，这手绳从何处得来？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看来是问不出来了。想不到世间除了大长老，竟然还有人能与道祖联系。要是道主超然物外，能与他说上话，都得是能沟通天地的高人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拥有这个手绳的人，可以传达道祖的圣意？大致如此。好，啊！天助我也！我还愁着我那个军火钱不知道上哪儿弄呢，结果上天马上就给我送钱来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刘长老，你可否还记得25年前我母亲从祖宗山搬过来的千年国宝？那国宝现在何止万金呢？这么多年来，八国权贵多次天价来求，我就是一直忌惮殷家的嫡系，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出手。现在有了这个道祖信物，千年国宝，不就是道祖允许我去卖了它吗？啊！道祖啊，道祖，你可真的是造福后人呐！我给你拜一个。这百宝斋是我的私产，平日无暇打理，如今就交给夫人了。夫人若是有看上的，可随意拿回去把玩。不过只是些几百年的古董罢了。看上去确实有个几百年的，可是才几百年的沉淀，还欠点火候。掌柜，你这里就没有一些什么千年古董？这传承千年的宝贝，已然属于国家级别的珍稀之物。我们百宝斋确实还没有荣幸将其纳入囊中。可惜了，还想再看一眼那些老物件。掌柜的，可有这途径获得千年国宝？有是有，海城确有1000年国宝。在哪儿？在一邪手上。什么？老姑母在25年前从祖宗山盗去，之后便不愿归还。竟敢把本祖的物件占为己有！巧了，若要夺回国宝，现下却是最佳时机。明日新月饭店将会举办拍卖会，拍品正是这千年国宝。少帅，阴邪不仅夺了千年古宝，如今还要拍卖，你就不管管？
管，定是要管的。这就是新月饭店了吧？那个有数百年历史的拍卖行。只是如今已不幸落入洋人手中。阴邪之所以把国宝放在这里拍卖，为的就是不让督军府插手。因为一旦成为新月饭店的拍品之后，便会有洋人雇佣军把守。道理我都懂，只是我们为什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就是这里。我们到了，走。我得到消息，阴邪之所以这么着急了要出手千年国宝，为的就是要从南省老司令手中收购一批最新型的军火。南省老司令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位八卦小报上常写的，最不喜欢别人骗他的老司令。不错，曾经有军火商答应给他一批哈奇开斯机关枪，但是最后只给他了勃朗宁。他不仅追出公海把人给杀了，还大卸八块的扔到海里去喂白鲨。惹不起，坏人胆子就是大，居然敢跟这等人物做买卖。所以是阴爷是想借刀杀人？岳公子果然机智过人。既然我们不能让国宝流拍，那我们就必须要拍下国宝，而且还不能让阴邪知道，拍下国宝的是我们。哦，因为我们必不会给他送钱，到时等阴邪签订完军火合同，却又没有钱买单。那位可不会放过他呀。但我还是搞不明白，我为什么要穿男装，裹得如此严实？我也可以扮成外邦女子啊，这黑漆漆的三件套着实不好看。这道题我会。因为大嫂女装太美，大哥怕被别人看见。这么多话。走吧。啊！新月饭店欢迎3位贵客，愿诸位都能在今夜竞得珍宝。哥，我还有一事不懂，阴邪这次拍的可是阴家至宝啊，长老们不是拦了好多年吗？这次能忍？如何能忍？瞧，大长老来了。哎呀，真是狗剩着性子，100多岁了，还真是沉不住气。大长老看着都要气炸了，阴邪不怕吗？这可是大长老啊！阴邪敢把国宝拿出来拍卖，就一定想到了我们未知的法子，能让大长老心服口服。我们呢，就坐在这儿等着瞧吧。感谢各位中外来宾赏光出席今天的千年国宝拍卖会，想必大家对瑰宝的再次面世都相当的期待。
呸！阴邪，千年国宝那是殷家的至宝，你竟敢拿出来拍卖！啊，长老，你何须激动？我母亲是殷家嫡，这国宝我定不是贸然拍卖的。花言巧语，殷家怎么出了你这种不孝子孙？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国宝，你要是敢动分毫，哼，老夫绝不饶你！哎，长老误会了，千年国宝重现是何等大事？殷邪定是请示过老祖宗的呀。请示？他问过本祖，何时？什么？你请示过老祖宗？怎么可能？难道说老祖宗下凡了？啊，长老们都放心啊，殷邪定不会信口开河。在拍卖开始之前，为了祈求今天的拍卖会一切顺利，我特意准备了一场傩戏。什么？傩戏？殷邪要在这儿跳大神？这怎么还装神弄鬼的？想要坑蒙拐骗啊，可不就得装神弄鬼？哼，你还真想请示老祖宗不成？除非你有老祖宗的信物，否则，老夫绝不吃你小子这套。大长老，这瞧着像是开口活。殷邪莫不是请了道祖显灵赐下口谕？哼，你以为道祖是何许人也？谁都能请得动他开口？哼！那是本祖的手伤，何时跑到他们手里了？宋家那便宜继妹，竟被他捡去。七七如律令，道祖请显灵。道祖显灵，道祖显灵，道祖显灵，道祖显灵。来世之下，好人有难，道祖岂能不管？宝物乃上爱之物，道祖显灵。嘿嘿，背得不错，你继续背。你要是背得滚瓜烂熟，我饶你。道祖显灵，道祖显灵，道祖显灵，好人有难，道祖显灵，道祖显灵。来了，道祖圣意。来了，道祖圣意。殷家后人可还认得本祖？你是老祖宗，你真的显灵了？那是道门老祖的信物，见他如见老祖。大长老
不会认错，他竟然真是老祖显灵啊！不，他回回都认错。老祖宗，您借开口挪显灵，可是为了国宝之事，请老祖放心，殷大我在此立下誓言，誓死守护老祖的宝贝。是，本祖确为千年珍宝而来，乱世纷扰，后人有难，本祖素来护短，岂容旁观？然吾既已飞升，世俗之物于吾而言，仿若尘土。啊，这还是老祖宗吗？老祖宗一向爱财如命，这怎么突然就视金钱如粪土了？终于发现破绽，年纪大了，这回是长进了。必然是老祖的道行又提高了，思想境界精进了不少。不，绝不可能！境界再高，本祖的宝贝依旧是本祖的。既然这凡尘旧物能解后人燃眉之急，以后就不用问本祖了，尽管拿去吧。哎，谢老祖大恩，恩若沧海，吾辈有怀啊！哎，老祖，您这就走了？老祖宗，老祖宗！哎。恭送老祖宗啊！来不及细看，但瞧着确实是老祖的信。各位坐，都坐下吧。记得老祖首肯，各国来宾放心投拍。千年国宝乃道祖之物，得此宝物者必得道祖庇佑，往后肯定是吉星高照，福禄高升。我一定要拍下献给我的女王。我们国家对这件宝物也势在必得，那就等着瞧。彼此。有了这么一出，国宝的价格定然水涨船高。来人，把千年国宝呈上。这便是今日的拍品，千年国宝，澳门老祖留下的青铜剑。金仙，你怎敢！本祖墓中财宝何止万千，如今偏偏到了古剑。嫂嫂，你怎么了？是哪里不舒服？此地憋闷，实在闷的人喘不过气。这怎么电路化了？这是发生了什么？这怎么回事？老祖宗不是答应过我们了吗？出尔反尔这事儿，他也没少干呀，不是？这莫不是道祖发现我以他的名义欺骗了众人，发怒了？不过是死了千年的人，你就算不许卖如何？能奈我何？来人，休得！莫要让这等小事儿毁了贵宾们的雅兴。夫人，别忘了，
我们今日来，就是要把国宝派回家的。好了，各位，千年国宝拍卖会正式开始，底价100万银元。这么多100万银元，你打算拍什么？100万银元，这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嗨，那可是老祖留下的国宝，本就是无价之宝。200万银元。哦，200万银元300万银元，300万银元，500万银元。 500万银元，这个人啊，500万银元第一次，500万银元第二次。哎，这可是千年国宝，无价之宝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啊，500万银元，第三次，1000万银元。啊！哎呀，1000万，这么高！1000万银元，这么多钱！1000万银元！我见过伦敦博物馆，专门收藏世界各大古国的瑰宝，如此有价值的古件，建国必须拿下。哎，算了，1000万银元，足够买南上的军火了。天助我也！1000万银元第一次，1000万银元第二次。哎，这宝贝呀，怕是真要流落在外了。老祖宗怎么舍得呀？1000万银元第三次。天灯已亮，价高者跟，永无上限。干嘛？天灯啊！谁呀？有人点天灯了！你们看，2楼天子号贵客点了天灯。居然看到了点天灯！太厉害了！天灯，那是有人点亮了传说中的天灯吗？2楼这位什么来头？星月饭店天字号坐席，非金光客户不能坐。此人至少在星月饭店拍过100件，财大气粗啊！是他们！我可是我殷家的好儿郎啊！幸好此前隐瞒身份，在星月饭店拍回了不少光。如今这金光客户的牌面，终究是派上用场。天灯不散，点天灯是华国拍卖行的规矩，点了天灯的人，无论后续有人加价多少，他都会跟。你们伦敦博物馆也有无法收赃的宝贝呢。天灯，有人点了天灯，拍品价格自动溢价5成，那不就是2000万银元？贵客，不，此乃贵人呐！此乃上天赐予我的贵人。好，既然有人点亮了天灯，那这场拍卖便一锤定音了。恭喜贵人拍得国宝！哎，这不就是一些兴趣爱好吗？就这宝剑啊，俺东北大宅里还撂着好几把呢，给凑个整吧。
啊，来，您检查一下哈。这黑奴看着有点面善啊。等下。等下。哥，救我！哎呦我去，这手太滑了！哎呀，这黑奴啊，是俺花大价钱从好望角挖来的，带出去倍儿有面。你别跟俺下毛了啊！竟然是做远洋货运的财东。失敬！此人竟还远出西洋，那还与海盗极毒，利润极高，做的可是刀尖舔血的大买卖，此乃珍贵。啊，国宝已奉上，不知贵客您打算如何付款呢？老铁，放宽心吧，俺在这儿拍过多少件宝贝，老规矩啊。敢问财东，这匣子里面有2000万银元的银票？别整那些没有用的啊！俺从来不整虚的，那些轻飘飘的俺都看不上眼儿。老铁，打开验验货。你这不是耍我吗？你们是不是没打算付款呢？你这不是耍我吗？你们是不是没打算付款呢？哎呦我去！老铁，你该不会是从来没见过这银行的公证书吧？还是说你从来没有在这星月饭店上拍过上千万银元的宝贝啊？说，贵客不知，这是财东一向的规矩，千万银元数额庞大，1、2日定是不能全数运来。财东以往拍下千万银元的宝贝，都是先把货轮压在星月饭店，等银元到位之后再取回。你他妈怎么不早说？你故意想看我笑话是吧？哎，你也别急嘛，人家也不知道哥们儿你这见识这么短啊，对吧？哎，算了，不提这茬了。俺那银元呢，在海上飘着呢，估摸着怎么着也要1星期才能到达。到时候你就去码头取现就完事儿了啊。1个礼拜？咋的？不答应啊？此乃珍贵人，往后若是还要出手其他财宝，有他这骑到，岂不方便许多？万不可得罪。答应。1周后我派人去取啊。得嘞，那这事儿啊，就这么敲定了啊。哥先走一步，你自个儿整啊。哎呀，财东请出。哎，这，哦，这。他长得丑，看他会脏了眼睛。走。哎，不愧是贵人，果然会玩。来人，去约那南省的人，说我今天就要签订军火合同。是。哼，有了这批军火，还怕你殷彦生不成？速去殷家码头，今夜离开海城。是。
星月饭店竟然也有你的人，少帅的手伸得够长啊！海城总归是殷家的地盘。开车回府。千年前，你的主人为我挡劫而死，我因此踏上了修仙一途，点燃功德灯，只为助他转世。血色已暗，难怪本族久未忆起当年初衷。何人？何人？嫂嫂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啊？我下来喝口水，这就回去。我哥呢？你哥，他说他要在书房再忙一会儿。哦，最好今夜就忙个通宵，让我好好睡一觉。果然忘了，小没心肝的。少帅，如您所料，刚收到消息，南省的人已经去了，看来今晚便会与殷邪签订军火订购合同。鱼儿上钩了，军火有了，殷邪想要在海城造反，怕是还差军饷。军饷？您的意思是，他要去找海城第一银行？殷邪的目标简单好猜。天凉了，不听话的螃蟹该完蛋了。来，老司令的电话，请听。哎，老司令，老司令您放心啊，钱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2周之后我亲自带着钱去南省见您。您宽心，您宽心，殷邪知道您的交易风格，定不会让您失望啊！夫人，你这2日脸色苍白了不少，黑眼圈还加深了一些。来，吃碗燕窝补一补。谢谢夫君。夫人，可是要为夫喂你吃。哥嫂，少爷今天来了。哥哥嫂嫂一大早就如此这般蜜里调油。一大早大呼小叫什么呢？把手帖拿来。哥，你看这是谁的寿帖？不就是老太君90大寿的寿帖，
对啊，这可是阴邪让人送来的，他既然要给老太君过90大寿，这种费钱费力的事儿，他居然主动揽下来了。他既得了军火，接下来想要做些什么，并不难猜，怕是想要故技重施，要在寿宴上再次祭出老祖宗的姓目，拉拢殷家的族宗亲，替他筹集军饷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要巴结老太君。老太君，老太君呢，是海城第一银行创始人，也是华夏第一位女银行家，更是殷家第89代家主的小女儿，是殷家的大长辈。89代家主的小女儿，不会是那小豆丁吧？阴邪算盘珠子都崩咱脸上来了，哥，怎可让他如愿啊？放心吧，老太君精明着呢。况且这场家宴我们也会去，他这个算盘珠子啊，崩不了。哦，对了，说起来，这可是嫂嫂第一次作为殷家主母正式出席社交舞会，是不是应该好好打扮一下？说的有道理，是时候正式向所有人介绍我殷彦生的夫人了。等等，这不是本帅特意让人送来的南洋进口洋装吗？夫人不喜欢？是的，夫人说这些款式过于花哨，看得让人头疼，可以拿去烧了。老古板。那这些呢？他也不喜欢？不是的，这是夫人挑好的，她让小的准备一间房间放进去，她用作衣帽间。行，那就按夫人说的准备吧。还有，让我名下的成衣铺按照夫人的喜好多送些款式过来。若还是塞不满衣帽间，就让掌柜的亲自上门定制。是。你准备这么多衣服，你准备这么多衣服，我哪里穿得过来？夫人，这可是西方的亲吻仪式，明日舞会上随处可见。这般孟浪，竟是西人礼仪。明日若是有外宾邀请夫人跳交谊舞，夫人可会？交谊舞？夫人上的可是洋学堂，可不能不会交谊舞。你知道什么？夫人不会不要紧，为夫教你。夫人，右脚向后。夫人竟学得如此之快，这对外说的话，应该无人不知。夫人从未学过交谊舞，你怎知我从未学过？夫人舞技尚浅，可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，否则就要闹出笑话。所以，明日舞会上若有男子向夫人邀舞，夫人要
一一拒绝。那夫人的行头挑好了，可为夫还未曾挑选，可不帮为夫挑一身？我看了都摇头。什么脏东西？赏，给裁缝打赏，再定做10套。您随便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都可以啊。真热闹。来，进来进来。阴邪来得竟这么早，看他这阴险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过寿的是他呢。看来这一次他势在必得了吧？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热闹。那不是宋家那冲喜新娘吗？竟真傍上殷家主母了，走大运了那不是？刚巧碰上殷少帅病好，这少帅也是怪了，往年瞧着都是一副油尽灯枯的模样，今日看着竟大好了，甚至颇有军人风采。又何用？去了个上不了台面的。据说那宋氏女在洋学堂的时候，就常与那外邦人私会，脏得很。我这可是你唱歌最新的洋装，本小姐可是首穿。哎，这是……你们小心些！打起来了！真是枯燥。少帅以往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吗？确实聒噪，不及夫人万分之一。老太君安康！老太君安康！老太君高寿！老太君好！老太君吉祥！这老太君大寿之日怎么不高兴？老太君啊，他天生不爱笑。哦，竟还有这样的人！别听燕儿胡说，老太君并非天生不爱笑，她是89代家主，在80岁所得幼女，曾极度受宠，只因家主离世后遭主母搓磨，才成如今这副模样。这么听来，竟真的是你，小豆丁。小豆丁，你咋今天寿宴也是这样啊？老夫可比你长30岁，你看上去可比老夫显老啊。都说了，不爱笑，老得快。有什么好笑的？若不是殷家那旁系说有道祖口谕要传达，我才不愿意他来给我办寿呢。那小子一看就是个坏坯。老太君，我祝老太君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哎，是殷家那个，这是小的特意给您准备的生日礼物——东海红珊瑚。这么大大手笔啊！这红珊瑚如今可是稀罕物，太舍得送了。这么大的，若放在前朝，那可是贡品啊！据说殷邪不久前出手的道祖的宝贝，怕是赚了不少啊。这殷邪啊，可真有心了，送个寿礼都能撞到老太君的枪杆上。怎么了，老太君？这个是我专门让人去东海那边给您寻的最大的红珊瑚。要找到这么大的红珊瑚，起码要100年的时间吧。好久没看到老太君脸这么臭了。据闻老太君幼年时曾得以锦囊，正因其中谶言，他才创办了海城第一银行。他也成为了掌握海城最多现金流的女银行家。
而锦囊中的另一眼是水聚财，既杀水中生灵。那这阴邪不是在老太君的雷区上跳舞吧？他这没眼力见，还敢说我蠢？海城第一女银行家，要是不枉本祖帮你锦囊相赠。哎呀，怎么又生气了？来，先喝口茶顺顺气儿。我上次就瞧明白了，这小子这儿有毛病。大长老，你什么意思呀？嘿，放肆！老身寿宴竟敢触眉头，全海城皆知，老身从不杀水中生灵，你竟还舞到我面前！不是老太君，这个不是那什么生灵吧？这是个红宝石。你这个浅见寡识之辈！明显，珊瑚虽然看着不会动，可它名副其实是个活物，是货真价实的生灵。你丢这么大的脸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好你个阴二，还在这儿笑是吧？你个蠢驴！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拿出道祖信物，让整个海城这所有名流都要为我俯首称臣？殷家第96代家主殷彦生，携妻明月拜见老太君。拿手上脏了，怕是不能要。你这心腹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？怎么着？你们两夫妇过来这里给老太君祝寿，空手来的？你是不是当了家主之后不把老太君放在眼里？长辈寿礼，一般由家中主母准备。少帅夫人怕不是没准备，就说宋氏你上不了台面，竟让少帅丢这么大的人。少帅夫人，你是不是没有准备啊？你好，当这里是小孩子过家家的，咱们老太君那可是华夏首位女银行家，当人家3岁小孩啊！桂花堂，可是您来了，老师终于等到了。你是谁？是你父亲侍奉了一辈子的人，拿着它。女子手里要有钱，才不会被人欺。记住了吗，小豆丁？老太君，这礼物可还喜欢？喜欢，可太喜欢了！站起来了！站起来了！老太君居然站起来了！一个堂让老太君站起来了，老太君居然还笑了！我从出生到现在，从未见过老太君笑过。还笑了，老太君怎么回事？那女的又用了什么妖法，竟然迷惑了这老不死的？老祖，今日老身高兴，尔等小辈从未亲眼见过老身的大银行，今日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有眼福了呀！金库啊，真没想到今天还有幸能见到老太君的第一大金库。等进了金库，我便拿出老祖宗的信物，这死老太婆肯定会相信老祖口谕，把黄金通通给我。老祖，您瞧瞧，我都做到了。现在金子都堆成山了，给您显摆显摆。这就是海城第一大的金库。
哥，这是999足金，不是洋人巧克力金条。老太君不愧是华夏省委女银行家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哎呀，老夫以前就知道你喜欢攒黄金，没想到攒这么多黄金啊！哎呀，老祖，我干得不错吧？这桂花糖我是当之无愧啊！小豆丁了不得。那你便说吧。道祖有谕，至此烽烟四起之际，虽然老祖已然羽化，然心系苍生，特命老太君皆能相助于阴邪，共树国难。老祖宗这是让你来问老身要钱？这当真是老祖宗的口谕？哎，信物在此，这确实就是老祖的口谕啊！胡扯！你竟敢假传老祖口谕！信物在此，你怎么敢不信？道祖本人就在这儿，我还信你个死物！哼，老身眼睛虽老了，心可清明着呢。今日就让你们这些无耻后辈瞧瞧，老家伙也不都是吃素的。哼！有人盗窃金库，报警！抓人！老太君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这个可是道祖信物，你们竟敢连道祖口谕都敢违抗，好大的胆子！你就不怕老祖他降下雷罚啊？道祖信物，这可不像。啊！这文章若是道祖的信物，怎么一捏就成了粉末？这肯定是假的！你这个孽障，竟然敢欺骗老夫！我打死你！给我过来！别过来！找一枪崩死他！放开我夫人，她脏手不配碰她。尹衍生，你怕了吧？她可是你的冲喜新娘，她要是死了，那你冲喜便会失败。那你就回去当你的短命鬼、残废。可真是活久了，啥都能看见。这年头，居然还能看到有人挟持老祖宗的，精彩呀！找死！他要干什么？诈我灵坟，犯我宝物，还用我的信物欺名盗氏，你们造的孽，足够本座给你们一个结果。别杀我，我跟你走。行，拜拜。宋明月，你完蛋了！我跟你说，臭婆娘，你玩阴的，我弄死你！夫人，本祖虽然不可杀生，却可以让你生不如死，余生如坠冰窟。夫人可还好？无事。
你的气海穴已被本祖放入了玄冰，冷不死你。这么冷？他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是嫂嫂的戏法吗？不是戏法，只是老祖看不惯他冒名欺世，降罚于他。这是怎么了？快扶起来，带走！别跑，银柳！为虎作伥，你！大长老，您无需脏了双手。像阴邪这种作恶多端的人，自会有人取了他的狗命。好冷啊！好冷！快把衣服给我，把衣服给我！你这是做甚？不是有道祖信物，怎么还落得如此地步？尹延生那个邪门媳妇，不知道给我施了什么妖术，这竟让我如这寒潭。我现在这个寒气都从我脚底上冒上来。今日十里，海城怕是待不下去了。方才老太君已经拉响了银行警报，海城警察已经把你当成银行大盗在通缉。不是暂时的失礼，刘长老，莫非你忘了还有后路了吗？你的意思是，去南省，只要去南省找到老司令，拿到那批军火，那我们就可以重返海城，东山再起。回去吧，别送了。是。人生苦短，小豆丁可多展欢颜，何不趁着阳寿未尽，跟着狗剩儿周游四方？是，谨遵老祖宗教诲。无需多礼。本祖的夫君尚未知道他冲喜的新娘早已被换了心。老祖，您和他，我与他不止一世因果，往事亏欠的，这一世怕是要都还给他。怪哉！老夫瞧着，这信物确实有老祖宗的气息。你说真是老祖宗的信物？哎，怎么会一捏就碎呀？能为什么？能捏碎老祖宗信物的，必定是老祖本人。完了！哎呀，老夫是不是说了不少老祖的闲话？哎呦呦哎呦！连你也觉醒了吗？那你的主人怕是都想起来了吧？本祖早就该想到，战场上哪能轻易耗来一星武烈之魂？你以为我战死一世，为何还要燃灯守墓？这是想让我欠你多少？夫人，夜深了，是时候就寝。夫人，可是换了熏香？嗯。怎么不用清心下火的寒露香了？可是不喜欢。那香怕是不管用，少帅的心头火还得我亲自灭。
这南蛇怎么这么热？军火，我们已经备好了。你们的钱呢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。司令，您放心吧，这个钱呢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石头，阴血，擦我的！完了，完了！来都来了，自个儿咽吧！你死吧你！我阴邪才是天命之人，我阴邪才是天命之人，我一定！多行不义终自毙，恶贯满盈天必收。我竟然破境了，难道是因为我让殷家重修了灵坟，又亲自补交了签了25年的管理支那金，这才让我成功破境？恭喜老祖破境，只是这功劳簿上，可别忘了给我这被你燃了1000年的灯芯记上一笔。你是何时知道我身份的？自从你为我重燃星火，我便逐渐想起来了。夫人，我既可为你守墓，又能助你破境，日后夫人修炼可一定要带上我。